武功啊？哎，我真的不会武功，就是因为我爹常叫我学武，所以我才偷偷跑出来。哎呦，江湖险恶，你不学武功更危险了，你还是学点武功的好。打打杀杀，有辱斯文，我还是不要学的好。哎，你不是要告诉我你们家怎么走吗？好，过来，我告诉你。我们家呀，哎呀，你到底会不会武功啊？我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家在无量山。段大哥，你带着我的鞋给我娘看，记住，千万别说你姓段。小子，期限一到，你要拿不回解药，老子就把那小妞一刀宰了！哎，不会吧？这样的地方也有人住？在家断狱，擅闯贵府，还望主人恕罪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一定是有一个女子住在这里。她为了什么事如此伤心，竟然远离人间？她一定每天在这里顾影自怜，实在是令人神伤啊！我要是死在这里，不免玷污了家人。我应该死在外面的湖边上才是，不然有后人来到，看到我的遗骸，还以为是家人的枯骨呢。
我这样看着姑娘，实在是太无礼了。啊，神仙姐姐，小生段誉，今日能睹芳容，死而无憾。也不知神仙姐姐怎么称呼呢？逍遥子谓秋水媚书。洞中无日月，人间至乐也。洞中无日月，人间至乐也。神仙姐姐，洞中的确无日月，但人间真的至乐也吗？叩首千遍，供我驱策。神仙姐姐，你要我可以牵个头啊？999、1000，汝既叩首千遍，自当供我驱策，终身无悔。此卷为我逍遥派武功精要，每日谋武有30，务须用心修习一次。神功既成，天下各派武功皆尽为汝用。学成下山，为吾杀尽逍遥派弟子。又要学武，又要杀人，这不可以啊！神仙姐姐，这不可以啊！北冥神功，西人内力，还有这种武功啊！凌波微步。这个不错，用来逃跑比较好。要是我学成了，就不会被人家抓住了。哎呀，钟灵姑娘，神仙姐姐，你让我朝5晚3次练功，我听你的。可是如果别人不打我，我就不去吸人家内力。那个凌波微步，我一定好好练的。别人打我，我就会溜之大吉，这样就吸不到别人内力了。神仙姐姐，我还要去救钟灵姑娘呢。等事情办完了，我一定会再回来的。娘，爹！哼，女儿，你逃到天边，我也要抓到你。爹，这恶人又来追我。正好。我杀了你钟万仇，把你老婆闺女一块带走玩玩。
儿，别走啊！不要伤我女儿！救命啊！于老四，你哪来的？你不是只要干宝宝吗？干嘛抓我师娘啊？师娘，你别怕，你挠他嘎主，这瘦猪肝它最怕痒。师娘，师娘，你没摔坏吧？臭鳄鱼，我找门所在，为什么说与外人知道？你敢动我女儿，老子砍了你！你奶奶的，你干什么？我为我女儿出手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这老贼，居然敢占我的便宜！我占什么便宜了？她是我师娘，已然比我大出了一辈儿。那是事出有因，我也只好认了啊！你现在居然敢在我面前自称是他老子，那岂不是明摆着比我大出还就2辈儿啊？哎，老子在南海为尊，人家叫我老祖宗、老爷爷，怎么一到你们大理，就处处比别人低上个1辈儿2辈儿的？老子不干，我不干，不干就不干。她是我亲生女儿，我当然是她老子了。我这师娘如此美丽，你却丑得像个老妖怪，怎么可能是他老子？我这师娘肯定不是你生的，是旁人生的。你放你妈的屁！爹，别打了！快下去！哦，你也下来吧。后面有人抓我！放开我！别走啊！爹爹，快来救我！于老四，你动我女儿！臭八怪，你还敢叫我师娘女儿？我撕巴了你！我于老四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快把我们给拉开呀！你们3个恶人，今天暂且饶了你们的性命，今后再到大理来，休怪老孙无情。阿弥陀佛，多谢大师出手相救啊！快去禀告王爷！你怎么了？弟妹不必惊慌。皇兄，玉儿，你是不是御姐星宿海的丁春秋了？丁春秋，谁是丁春秋啊？那就是延庆太子，他竟然学了这门邪功。
天下第一恶人，名不虚传呢。玉儿，你再忍耐些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去天龙寺。强敌当前，天龙寺百年威名摇摇欲坠，你们居然还在这里损耗功力！不知枯荣大师在此，晚辈多有失礼。时有轻重缓急，吐蕃国师之约即将到来，证明你既然来了，也参详参详。是。铂金的信封，好大的排场啊！这吐蕃国师名叫鸠摩智，据说武艺超群，精通佛法。他在武功上的造诣非同寻常，而且对天下精妙的武功都感兴趣。他这次来为的是六脉神剑。六脉神剑，我只知道这是我们大理的绝学之一，当真有此剑法？六脉神剑是以指力驾驭真气，伤人于无形之中的高深武功，远在一阳指之上。不过近100年来，没人练成。当年与慕容博先生相会，他对大理的六脉神剑推崇备至，但未得拜官，深以为憾。然慕容博先生先逝，于未报知己，已向贵寺讨求六脉神剑经书，焚于慕容先生墓前。吐蕃国师鸠摩智敬上。用六脉神剑祭奠慕容博，这未免太不通情理了。说来惭愧，本寺虽藏有此经，但我们竟无一人练成经上所载神功，这就难怪那鸠摩智会有恃无恐。当今之计，只有6人分练六脉神剑，以求速成。只可惜现在天龙寺内只有我们5人的功力，尚可参悟此功。枯荣大师，证明愿与各位师兄共练六脉神剑，请大师慈悲，为我剃度。都怪你，惹下这么多风流债，牵连到玉儿。凤凰，这个时候就别再旧事重提了。为什么不提？玉儿要有什么3长2短，我绝饶不了你。你别担心了，皇兄已经带玉儿去了天龙寺，几位大师一定会尽力救她的。那吐蕃国国师可能今天傍晚就会到来，现赐你法名本臣。多谢枯荣师叔。这6脉之中，你专攻手少阳3焦经脉，事不宜迟，开始吧。
我看着太师波图上的红箭运气，可是我觉得我的胸膛快要炸了。玉儿，你跟我来吧。胭脂福祸，就看造化了。我吐蕃国在高山之巅，岂能容忍脚下之人耀武扬威？我要把中原所有武功绝技都学到手，再把他们全部废掉。那就先从大理国开始吧。善哉善哉，吐蕃国师到了。你们练得如何呀？大师，虽然练得不甚纯熟，不过似乎可以迎敌了。很好，本因大师，请鸠摩智到三塔下面会面吧。是。请。吐蕃国晚辈鸠摩智参见前辈大师。有常无常，双树枯荣，南北西东，非假非空。吐蕃国师博学精深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一见面便道破了我所藏枯禅的来历。国师远来，老衲未曾远迎，失礼了。国师请坐。佛曰：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小僧根会鲁钝，未能参透爱憎生死。真没想到慕容先生那么早就去世了。小僧的信想必大师已阅，小僧的请求是否为难了贵寺？还望众位长老慈悲。你与慕容先生相交一场，即是姻缘，缘分极尽，何必强求？慕容先生当年论及天下剑法，将大理国天龙寺六脉神剑列为第一，还说平生未能得剑，是最大的憾事。不知当年慕容先生为何不亲自前来？慕容先生知道六脉神剑是贵寺镇刹之宝，不便借阅。大理段氏虽是皇族，但不忘江湖义气，仁惠爱民，责备苍生，因此他也不便偷盗强取。你和慕容先生既是生前好友，就应当遵循他的遗意，不便借阅，也不便强取。怪就怪小僧曾夸下海口，说过慕容先生既不便亲取，小僧代劳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生死无悔呀。小僧对慕容先生有此约定，绝技不能食言呐。国师心念故友，尘缘不尽，岂不愧称高僧二字？
这3本书是阐述少林派72门绝技中的要旨、练法以及破解之道。当年慕容先生将此3卷奇书赐赠于我，现今我愿拿这3卷奇书与贵寺交换6脉神剑宝经。如果众位大师答应，小僧感激不尽。贵寺赐予宝经之时，尽可自留副本。小僧拜领宝经之后，立即供封，绝不偷看，亲自送至慕容先生墓前焚化。看来小僧所言，众位大师还未相信。那我就以少林72门绝技中的一门指法，在各位面前献丑，以表示小僧的无限诚意。这一路指法叫拈花指。凭我们的功力，以阳指虚点破衣穿孔，不是难事。但出指如此轻柔，谈笑间施展神功，却非我所能。献丑了，小僧的拈花指指力比起少林寺玄技大师来差得远了，比起大理段氏的6脉神剑，更是望尘莫及呀！小僧狂妄，说一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。这6脉神剑的剑法，真如慕容先生所说的那么精奥，只怕贵寺虽有图谱，却也无人能练成。如有人练成，那这一路剑法，便也未必如慕容先生所说的那么精妙。国师的意思是，敝寺的6脉神剑剑经，徒有虚名，不切实用。我们就用6脉神剑，领教国师几招。好！诸位高僧肯显示神剑绝艺，令小僧大开眼界，深感荣幸。国师用何兵刃？请取出来吧。向本城2位师弟一起出手吧！只学一图，学完再还。良机莫失，凝神观剑，自观自学，不为祖训。
师伯，碧烟姑过来了。少相见。哦哦。慕容大师的禅功非同小可，小僧甚是佩服。不过这六脉神剑嘛，果然只是徒具虚名而已。如何徒具虚名？倒要请教。当年慕容先生所亲养的是六脉神剑的剑法，并不是六脉神剑的剑阵。天龙寺这一座剑阵固然威力甚大，但充其量也只是和少林寺的罗汉棍阵、昆仑派的混沌剑阵不相伯仲而已，似乎算不得是天下无双的剑法。剑法也罢，剑阵也罢，刚才比刀论剑，是你赢了，还是我们天龙寺赢了？啊！这第一仗嘛，贵寺稍占上风；第二阵嘛，小僧似乎已有胜算。接招吧！阿弥陀佛！你毁了六脉神剑的剑谱，苦容大师何必如此冲动？小僧实在过意不去。好在这套六脉神剑，没有人可以练成的，所以毁与不毁，没有什么分别。告辞了。我吐蕃国主久仰保定帝风范，给予一剑，请尊驾屈就，赴吐蕃国一叙。他从前是保定帝，现在以避位为僧，法名本臣。本臣既然吐蕃国国主要见你，去也好。是。快放开我伯父！你是谁？你别问我是谁，先放开我伯父再说。放开他！伯父。小僧一直以为大理段氏一专祖学，殊不知段家的后辈英贤却去结交星宿海的人，学化工大法。奇怪呀，奇怪呀！久仰吐蕃国师睿智过人，见识非凡。那星宿老怪善于暗算偷袭，卑鄙无耻。我段氏子弟怎么会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吐蕃国师，你远来是客，天龙寺以礼相待，你却胆敢冒犯我伯父。哼，我们不过瞧你是出家人，才处处容让，你却反而更加蛮横起来。出家人当中，哪有像国师这么不守清规的？高明，高明。告辞了。
脉神剑。小心！伯父，伯父！玉儿！少年多磨难，未必是件坏事。阿弥陀佛。国师回来了，快上马，分两路走，快！是。去，走！小子，你就别白费力气了。我只是想活动活动筋骨罢了，你怕什么？我不怕。等我拿你祭奠慕容先生的时候，你怕不怕？嗯，我不是杀生，我是为你好。嗯，哼哼。大师，我要出宫。小心呐，小子！我只解开了你一处穴道，你施展不了任何功夫。段公子，小僧驱你大驾东来，多有得罪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好说好说。公子是否知道，小僧这样做是为什么？办不到。什么事办不到？你羡慕我段家六脉神剑剑法，要逼我写出剑谱。我说这件事情办不到。公子误会了。小僧与你无冤无仇，所以小僧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公子将经文图谱完整默写出来，我不看，立即封起来，拿到慕容先生墓前烧了，了此夙愿。我立刻就把你送回大理。哼，大师。我们都是聪明人，你以为骗得倒我吗？阿弥陀佛。小僧对慕容先生当年一诺，尚且如此信守，又怎么会为了守此一诺，另毁一诺呢？哼，你的诺言是真是假，谁也不知道。你拿到六脉神剑剑谱，必定自己先细读一番。以大师的聪明才智，读过几遍，怎么会记不住呢？小僧迫不得已，只好
稍加逼迫了。公子抵受不住，愿意书写剑谱的时候，只需点一点头，小僧便放手。我不写。我要是写了，你会饶我性命吗？我写就是自杀。大师，这我早就明白。我佛慈悲。公子觉得这里如何呀？这里景色灵秀，很不错。公子长眠于此，还能将就吧？但我还是喜欢大理。二位是要过河吗？阿弥陀佛，小僧欲到参河庄。参河庄的名字外人是不知道的，大师傅从什么地方听说的？小僧是慕容博先生生前的至交，特地来老友墓前一祭，并希望能够见一见慕容复公子。那真是太不巧了，公子刚刚出门，与公子错过了，实在是遗憾。小僧从吐蕃国万里迢迢来到中土，希望能在慕容博先生墓前一拜，以了却当年的心愿。大师傅是慕容老爷的朋友，请先上我那儿用一杯清茶，我再给您传报，您看好吗？小娘子是公子府上的什么人？应该如何称呼啊？我是服侍公子抚琴吹笛的小丫头，叫做阿碧。您不要大娘子、小娘子的那么客气，叫我阿碧好了。不敢。啊，这里去燕子屋、秦韵小筑都是水路，如果两位都要去，我划船送你们，好吗？那就麻烦阿碧姑娘了。绿水有青青，青青有你美，照见那个白沙青。荷叶有飘飘，飘飘有你美，像指尖那颗莲心。绿水有青青，青青有你美，照见那个白沙青。荷叶有飘飘，飘飘有你美，像指尖那颗莲心。这里是秦韵，过了秦韵是汀香水榭。哦，二位请上岸吧。多谢姑娘。大师，请。公子，请。啊，多谢姑娘。这些点心如此精致，味道一定是好极了。可是，怎么舍得下口呢？公子只管吃，我们有的是。啊，烦劳姑娘去通报一声，找个管事的人来。啊，阿
阿朱姐姐是管我们下人的，她的汀香水榭离这里有4、9水路，今天是来不及去了。二位在这里住上1晚，明天一早我再送你们去。姑娘，小僧此次前来是为了祭奠慕容老先生，思念故人，一刻也不能再等了。那你就在这里祭奠，反正这一片都是慕容老爷的地方。也好啊。阿比姑娘，你这里有没有什么菜油，可以借给我用一用？有啊，大师做什么用？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大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别往他身上倒油啊！大师，别呀！大师，干什么？大师，你这样对邓公子做什么？阿比姑娘，没你什么事，赶紧闪开！不行！闪开！不行！你要干什么？我说过了，烧你，祭奠慕容先生的亡魂。大师，我家公子就快回来了，你在这里杀了人，公子回来会怪罪我们的。姑娘，我这不是杀人，是祭拜，祭拜你们家的慕容老爷。不过，既然慕容公子就快回来了，老衲不妨再等一等，反正早晚都是要祭拜的。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你快放了段公子吧！你快放了他吧！阿碧姑娘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干净的衣服让我换一换？你看我全身都是脏脏的，大大有失我的风雅。你这人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什么风雅不风雅？你还是快想想怎么保住这条小命吧。请。阿比呀，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呀？阿弥陀佛，小僧鸠摩智是慕容博先生的故人。敢问老施主尊姓大名？是慕容博先生的亲戚还是朋友啊？我是公子爷的老仆，哪有什么尊姓大名啊？大师父是老爷的故人，慕容老爷已经死去多年，这时候你找他有什么吩咐啊？我的事要见到慕容复公子后当面奉告。那可不巧，我们家的公子爷出远门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请问慕容复公子去了何处啊？是啊，公子爷去哪儿来着？是西夏？不是。辽国？也不是。吐蕃？不是。大理？也不是。老施主，麻烦你老人家带我去慕容博先生的墓前一拜，以尽故人之情。这我可做不了这个主啊。这样吧，我去请老太太来拿个主意吧。老太太？慕容老太太呀，是我们家老爷的叔母。老爷的朋友们来到都要向他磕头行礼。如今公子爷不在家，什么事儿都得请示老太太。如此甚好啊，请你向老太太禀告，就说吐蕃国的鸠摩智向老夫人请安。如今这年头啊，世上什么样的坏人都有。
假扮个和尚道士，便想来化缘骗人啊！我老头什么没见过呀？嘿嘿，我才不上这个当呢！我不会上这个当的。奇怪，好香啊！大师啊，你可不要生气啊！老黄渤是个老糊涂，乱说话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奇怪，这老人身上怎么这么香啊？和婉妹身上的香味还有些相似。莫非这人竟是个女子装扮的？哼！好啊，这回又扮起老夫人来了。阿碧呀，我眼神不好，是你老爷的朋友来了吗？怎么不向我磕头啊？快磕头啊！你磕头，太夫人就高兴了，什么事都能答应。小丫头，你说什么呢？他给我磕头了没有？快磕呀！老夫人，小僧鸠摩智给您老人家行礼了。很好，很好。如今这世上奸诈的人很多，老实的人很少。就是磕一个头，有些坏胚子也要装神弄鬼。明明没有磕头，却故意的弄出咚咚的声音来，欺负我老太太瞧不见。听说你要去瞧我侄儿的坟墓，是想去偷什么宝贝呀？小僧曾与生前的慕容先生有约，要取得大理段氏六脉神剑的剑谱送与慕容先生。此约如不见，小僧心中有愧呀。六脉神剑的剑谱，单就为这一件事，以我老太太看来，恐怕没这么简单吧？老夫人明鉴。当年慕容博先生与小僧约定，只要小僧取得六脉神剑的剑谱送与慕容先生，他就答应我，在尊府的环师水阁中看几天书。这六脉神剑的剑谱，小僧已经带来了，所以斗胆要依照旧约，到尊府的环师水阁中去观看图书。我家老爷已经故世，大师的约定嘛，一来口说无凭，二来大师带来这本剑谱，我们这里也没人看得懂。什么剑谱？在哪里？先拿来给我瞧一瞧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位段公子的心里记着六脉神剑的全套剑谱，我带他人来，就如同带来剑谱一样。我还以为真有什么剑谱，原来大师您是在说笑啊！小僧没有说笑。这六脉神剑的原本剑谱，已在大理国的天龙寺中被枯荣大师所毁。不过幸好，段公子倒是原本记得。段公子记得是段公子的事，就算是去环师水阁看书，也应当请段公子去，和大师您又有何关系呢？所以小僧要履行与慕容先生的约定，先把段公子拉出去烧了，以祭故人。走。大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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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能烧了呢？贫僧要烧就烧，有何不能？大师说段公子心中记得全部六脉神剑的剑谱，看来都是胡说。这六脉神剑是多厉害的功夫啊！
段公子如果真的会用这路剑法，又怎么会任你摆布呢？姑娘说的有道理。可惜她现在被我点中了穴道，内力使不出来。那我就更不相信了。请你解开段公子的穴道，让他施展六脉神剑看看。我看是你在撒谎。也好，既然慕容老夫人想看，那就看看吧。段公子，慕容老夫人不相信你已练会六脉神剑，请你一试身手，像我一样把那株树枝折下来。我什么武功都不会啊，更不会什么七脉神剑、八脉神刀的。人家好端端一株树，你干嘛毁了它？段公子何必太谦虚？大理段氏高手中，属你武功第一，而姑苏慕容家精通天下武功。你施展几手，请慕容老夫人指点指点，岂不是很好吗？哼，大师，你一路上把我东拖西拉的带到江南，我本来不想再多跟你说一句话，但是见到几位神仙般的姐姐，我心中的气也消了。干脆我们一刀两断，谁也不用理谁了。段公子真的不肯施展六脉神剑，岂不是让人误解贫僧是在说假话吗？你本来就是信口开河嘛！你既然与慕容先生有约，干嘛不早点来大理取剑谱？却要等到慕容先生去世多年之后，死无对证，才到慕容家来吵闹不休。哼！我看你呢，是羡慕姑苏慕容家武功高强，捏造了一派谎言，想骗老太太，让你到环石水阁中去读乐，然后你去偷慕容家的武功，学以彼之道，环师彼身的功夫。哼！倘若你这番话能骗得到姑苏慕容家，那慕容家还混什么呀？哎，我说大和尚，你不好好在吐蕃国做你的国师，何必大老远跑到江南来骗人呢？贫僧不向公子逞口舌之利。公子倘若真不肯施展六脉神剑，那就别怪小僧无礼了。你早就无礼过了，还有什么更无礼的？大不了一刀把我给杀了，反正我是不会还手的。杀了我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我看你居然自称是佛门高僧，哼，真是浪得虚名啊！